你刚重生成蛇不到2分钟，就发现自己被泡在酒罐之中。酒罐里除你之外，还有其他4位炮友，分别是蝎子、蜈蚣、壁虎以及赖哥宝。泡酒之人显然是在制作5毒壮阳神酒。我这是造了什么孽？生前当牛做马，重生后还要成为别人幸福路上的垫脚石。老子不甘心，我要逃出去当蛇王。真硬啊，不会是 Made in China 吧？算了，既然出不去，死也要做个保死鬼。各位炮友们，对不住了。该说不说的，味道还整挺好。不好，有人来了，可不能让别人发现我还活着。奇怪，这缸酒里的其他毒物呢？怎么就只剩下一条眼镜王蛇了？怎么办？怎么办？我被发现了吗？不管了，打开盖子就是我逃出去的最好时机，跟他拼了！呀呼！你这该死的臭蛇，竟然敢装死！我要宰了你！你还是赶紧去医院吧，老子可是眼镜王蛇，一滴毒液就要你的命，拜拜了您嘞！墨渊抓住机会一路狂奔，直到跑进附近的森林才敢停歇。这里应该安全了吧？虽然重生成不起眼的小蛇，但好在命是保住了。好饿，看来刚才剧烈运动把4位炮友都消化完了，得赶紧找点吃的才行。自己现在是一条蛇，应该有做蛇的觉悟。反正刚才4毒都吃过了，再吃点老鼠也无所屌味。真香！哎呀，吞噬活物老鼠一只，获得能量值5点，超级无敌吞噬进化系统正式开启。我就说身为穿越者，怎么可能没金手指？原来是要吞噬活物才能开启系统。你有什么功能？本系统叫超级无敌吞噬进化系统，自然可以帮助宿主无限进化。只要你吃得够多够狠，哪怕让你成为神龙都没有问题。嘿嘿，我果然是身负大气运之人。虽然我现在是条蛇，但不可能一辈子都是蛇。我要进化成龙，吞噬。开启系统之后，墨渊浑身都充满了干劲，只要碰到打得过的生物，通通都吃进嘴里。短短1下午的时间，他就将等级提升到了4级。还是太慢了，只剩下5年寿命，必须争分夺秒利用系统进行变异，否则5年之后还是免不了成为一堆腐肉枯骨。这是什么味道？好香啊！顺着气味一路寻找，墨渊很快就在草丛中发现了一枚血红色果实。检测到血灵果1枚，吞噬后可获得1000点进化点，请宿主谨慎使用，你有可能承受不住其庞大的能量爆体而亡。我靠，发财了！1000点进化点，如果单靠自己去吞噬猎物转化，按现在的进度，至少也要10天半月的功夫。无视掉爆体而亡的提醒，墨渊直接将血灵果吞进肚中，霎时间一股精纯的力量在体内爆炸开来，整个蛇躯也开始不断膨胀收缩。还没坚持2分半，他就被这股霸道的力量冲昏了头脑。爸爸、爷爷，你们看，那里有一条大蛇。看样子是跳过山峰，应该是受伤了。不错，确实是过山峰，不过这家伙的体型已经堪比蟒蛇了。我活了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大的过山峰，真是奇怪。爷爷，我觉得我们应该救救他。能长成这么大的蛇必有奇异之处，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这蛇非同凡响。闺女啊，你可别胡来，这家伙不是你之前救济过的那些小蛇，这可是一条大毒蛇啊！嘿嘿，放心吧，爸爸，我有数的，而且我相信自己的直觉。阿贵，万物皆有灵，况且小房什么性子你还不知道吗？相信他吧。行吧，那先把这蛇带回去吧。小蛇啊，小蛇，我们这可是要救你，你可别抱起伤人啊！墨渊虽然因为流血过多陷入昏迷，但还保留着一丝清晰的意识。原本他以为碰到人类自己将必死无疑，没想到这些人却要救治自己，这不禁让他在心中发出感叹。虽然最残暴、最无耻、最邪恶的都是人，可最善良、最天真、最真诚的也是人。妹子，这份恩情来日必报。许明的伤势在小芳的照顾下已经好得七七八八。我就说嘛，动物都有灵性，它们也有感恩心，分得清好与坏的。要不是自己是一条隐藏着人类灵魂的蛇，你早就被咬了。不过还是挺感谢这一家人的，如果不是这祖孙3人冒着生命危机救了自己，恐怕此刻的他或许已经成了别的猎食者的腹中餐了。必须抓紧时间变强才行，只有足够强，才能更好的保证自己的安全。大黑开饭了，这名字一听就是叫阿猫阿狗的，怎么这会成了自己的称呼了？不过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看在眼前的吃食面前，大黑就大黑吧。大黑啊，都饿了好几天了吧，赶紧吃吧。经过几天的休养，许明的伤势已经愈合了。
这拔了毛、经过处理的食物吃起来就是不一样。要不要就在这小女孩家里居住下来算了？不过自己只剩下4年多的寿命了，必须找机会离去才行。爹，你说我们是不是该把那大蛇给放归野外？长期收留在家里也不是个事儿啊。小芳虽然能够通兽性，可毕竟那家伙可不是一般的野兽，一旦发起狂来，万一伤了哪个，那可就真的后悔莫及了。理是这么个理，毕竟是野兽，不是家养的家禽。虽然这些天那家伙看上去非常的通人性，可也难保他不兽性大发。主要是怕小芳的丫头伤心，你等会回去做做她的工作吧。行，小芳的丫头的那边我来说，如果可以的话，这2天寻找个机会把她放归山林里去。许明进食完后，朝着敞开的门缝走了过去，脑海中却出现了小芳的声音：大黑，你是想要出去吗？是我啊，大黑，我是小芳啊。你能和我精神联系？如果说自己能听懂这里的人说的话，那是因为自己不仅是一个人类的灵魂，而且还有系统这个 BUG 的存在，自然顺理成章。那么这个叫小芳的小女孩能够和自己精神联系，又是咋回事呢？检测到宿主与女孩小芳结成精神神交，增加念力属性，念力属性足够高，达到80点初始值，领悟出技巧就能进行精神沟通，值达到100点，可以形成灵魂威压和精神控物。念力越高，灵魂威压越强，可操控的物体越大越多越持久。精神神交是什么鬼？难道除了所谓的动物异变，眼前这人也发生异变了吗？嘻嘻，终于有动物能和我进行完整的精神对话了。刚刚似乎在某个契机之下，感觉自己和面前的大黑忽然之间就多出了一股莫名的联系，有种很亲近的感觉。终于，难道你之前就和很多别的动物进行过精神联系？是啊，不过他们没你聪明，只能大概听懂我的话，和我亲近一点，无法这般正常的精神对话。你是第一个和我深入交流的。许明被小芳这么紧盯着，都有些非常的不自在。或许这就是天意，说不定这小丫头今后或许能成为自己和人类沟通的一个桥梁，也说不定。大黑，你怎么不说话不理我了啊？没，我就想出去晒晒太阳。还好老子是一条蛇，这家伙将来定是个祸国殃民的存在。行吧，出去可以，不过你要乖哦，不要吓到我家人，不然就敲你的脑袋瓜子。这小丫头太有趣了，虽然精神念力超乎寻常人类，可终究还是个孩子。放心吧，你们一家子可是我的救命恩人。蛇爷我虽然是条蛇，可也不会做出恩将仇报的事情。也是，能够和我建立这神秘联系的你，不会是一条大坏蛇。虽然自己此刻就能离开这里，可自别人一家子救了自己，自己却这么不告而别，显然是不对。而且这小芳还和自己建立了精神缔约，这也是一份大因果，可不能这么一走了之。不过该如何报答他们，一时半会也没想好，头疼。先不想这么多了，提升自己的实力再说。一个念头下，许明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11100点能量值，血灵果获得了10000点能量值，吞噬那金雕获得了80点能量值，自己也算是因祸得福，一下子成了个小土豪了。系统所有能量值转换为进化点，在许明的吩咐下，能量值瞬间清零，进化点变成了1010点。先不说别的，把等级先提升上去再说。只要自己体型够大，那么就会杀伤力更强，属性全部加满，晋级。本次晋级消耗进化点42点，剩余968点进化值，是否继续晋级？晋级。半个多小时后，许明一口气直接把自己的等级提升到了野兽10级，基础属性也发生了变化。许明一连进了好几级，此刻他只想好好睡一觉。这种疯狂升级的行为真的太累了。那是什么？好大的蛇啊！啥时候家里出现了这么大的蛇啊？不对，这家伙怎么这么眼熟呢？老爸、爷爷，你们回来了。小芳，别过来，毕竟面前这大家伙体型太大了，也不知道啥时候出现在自己家里的。难道是因为那条被自己家救治的蛇，这是来寻亲了？大黑，怎么才半小时不见就变得这么大了啊？那是大黑。对的，我刚刚还和大黑交了个朋友，他说他想晒晒太阳，我就打开房门放他出来了啊。就在这一家子说着话时，许明也被吵醒了，就看到了这3人站在院子里，像看怪物一样的看待自己。大黑，你没事吧？怎么半小时不到就变得这么大了？没事，估计是你给的那鸡太好吃了，才长大这么多吧。他也没想到自己这一次会睡得这么死，显然刚才的连续升级让自己变得异常虚弱疲惫。你这家伙居然还会开玩笑，不说就不说吧。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会变得这么大，以后我知道了再告诉你呗。作为现在唯一能够和自己正常交流的人类，而且又对自己没有恶意，许明也真心的把他当做自己的忘年之交。小孩子嘛，哄哄就好。这家伙怎么忽然变得如此巨大？必须想办法让他远离才行。看其体型，已经和一条蟒蛇差不多了，甚至可以说是一条带着毒性的巨蟒，双重危险啊！
我终究是条蛇，不是个人，深山老林才是我的归处。想办法报恩后就离开吧。阿贵啊，这几天山林下的菜地老是被野猪破坏了，我们得想个办法把那家伙弄走才行啊。爹，野猪那玩意恐怕要猎枪打才能对付。我们家是农民，又没那家伙事。关键是政府也不允许打啊，一时半会我也想不出好办法。你们年轻人不是会上网吗？去网上查查，有啥办法可以驱赶走野猪不？再这么被拱下去，地里的菜都被那畜生破坏完了。确定这条蛇是大黑后，父子两人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便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小芳，告诉你父亲，就说我愿意帮你们弄死那野猪，算是报答你们的恩情。你帮我们捕杀野猪，你确定你能弄掉那家伙？没问题，我正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们一家子的救命之恩，这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老爸，大黑说他能帮我们对付野猪。你说什么？大黑要帮我们弄死野猪？你没发烧吧？孩子，你确定大黑蛇说他要帮我们对付那野猪？没错，大黑就是这么和我说的，不信你们问他啦。许明在两人的目光下微微的点了点头，他打算报答完这份恩情后就回深山老林里去，那里才是他的天地。那就有劳蛇仙了。蛇仙？我可不是蛇仙，这个世界有仙的存在吗？许明表示很怀疑，仙也好，神也罢，在许明的理解中，不过就是对一些未知的力量强大的生物一种称呼罢了。好巧不巧，一只老鼠悄悄地躲在一堆杂物后，正好看见许明的身影立马不到一个呼吸的时间，就出现在了10几米外，一口吃掉那8个大的老鼠。分是老鼠一只，我的能量值20点。我靠，好快的速度啊！祖孙3人都被许明的冲刺给惊呆了，也算是无意的震慑了这祖孙3人一下，毕竟强大的实力才是保证自己安全的首要因素。哇，大黑你的速度真快啊！许明没有理他，而是开启了天眼地图，侦查起周围的山林生物来。那阿贵看到女儿小芳靠近许明，不由得心中一紧。虽然他知道这位神秘的存在不会伤害他们一家子，却还是出于对未知力量的恐惧。别担心，他没有恶意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丫头，我去帮你们猎杀那野猪了，你就在家等我的消息吧。许明给小芳一个传音后，化作一道黑影，冲出门外。爹，我们这是遇到异兽了。应该是异兽无疑了。这些天新闻里不是说全国各地都出现异兽袭击人类的事情吗？还好我们刚开始对这位就没有恶意，且救了他的性命，这才平安无事啊。阿贵，丫头，你们记住了，关于这位的存在，我们必须小心谨慎的对待，以真诚之心和其相处，而且要严格保密，绝不能和山下那些碎嘴的家伙说出这件事，明白吗？知道了，爷爷。猪猪们，我来了！许明一路来到山脚下，打开天眼地图，消耗了10点能量值，上面出现了大量的白色小点，却暂时没有发现自己想要所寻的野猪。以自己现在的实力，似乎除了异兽级的存在能对自己造成威胁，其他的几乎没有自己一回合之敌啊！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大地传来一阵轻微的震动，天眼地图上出现一个蓝色的亮点，非常的显眼。野猪渐渐进入了许明的视野。不会和我一样都是即将变异的巅峰野兽吧？这是个劲敌，想要对付这个家伙，还要想点办法才行。嘿嘿，好机会。哎呀，恶心死了，那么恶心呐！不过话说自己这加强版的毒液也真猛，这么大一只野猪王，这么快就有反应了，不愧是蛇毒。翌日，阿贵带着几个相熟的村民，一大早就来到了后山。我说阿贵啊，真有那么大的野猪，你没骗我们吧？我说大勇，你要是不信，可以不跟来啊。都问了一路了，我都回了好几遍了，真的不想和你说了。我说阿贵，你是怎么发现那野猪的？这深山老林的，说不定藏着熊、蝎子什么的。而且最近电视里也经常说各种异兽出没，你这家伙胆子真大啊！运姐，我这不是山下的菜地总是被野猪破坏吗？也就是心血来潮到这山上转悠了下，结果意外的发现了那只刚死不久的野猪王。打眼一看，估摸着也有个几百斤。这不才让哥几个一起来帮忙吗？此刻的许明静静地趴在小芳家看着电视。本台新闻最新报道，近日在南海大陆架上，有潜水员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超级骨架。从骨架的外观上看，有点像传说中的巨人一族。此骨架整体身高在10米左右，胸前还插着一把不明材质做成的巨剑。随着现在异变的生物越来越多，全世界都有异兽的踪迹，或许我们人类将迎来全新的文明时代。巨人族，神秘的巨剑，有点意思。这个世界越来越有意思了，异兽越多，神秘事件越多，那么自己就会变得毫不起眼，这就给了我能够为所发育的机会。大黑，怎么现在你们这些精怪异兽都出来了啊？还有什么灵气复苏？这个世界真的要变天了吗？别怕，我和你不是朋友吗？
万一变天了，到时候我来保护你。啊，我相信你。等我以后有力量了，不仅要保护大黑，也要保护我阿爸阿妈和爷爷他们。这小家伙就冲你这么信任我，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时间过得很快，眨眼半个月就过去了。原本打算进入深山老林的许明，在小芳他们一家子的挽留下，又在这里秘密的待了这么多天。空气中那种神秘的气息越来越浓郁，甚至一呼一吸之间都有种狂暴的力量，使得全身火热难耐，想要发泄出来。要不是自己用理智压制住了这股肉身上的冲动，说不定此刻已经像那些普通的野兽家禽一般，陷入了发狂中。爹，自从上次吃了蛇仙大人弄死的那野猪肉后，我似乎感觉到身体中有股神秘的力量在强化着身体一般，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啊？是不太一般，我的身体里也最近精力非常旺盛，感觉又恢复到了年轻时候，一拳能打死老虎似的。最近世界各地都不平安，还好我们在蛇仙大人的提示下，早早的处理了家里的那些家禽。你看山下的冯老三，这次可真是惨，被自己发狂的老牛给活活顶死在墙上。还有那宋喜峰，为了10几只羊，这次要不是反应快，也估计被羊群给活活弄死了。我都和你说了，谪仙对我们没有恶意，而且和小芳的丫头这么亲近，我们只要好好的结交于她，百利无一害。对了，还是爷爷的眼光好，大黑对我们一家子可是没有恶意的，而且大黑建议我们早点搬家，前往大都市。这场疫变会是我们人类的浩劫，我们家位于这深山老林下，不太安全，不是久留之地。蛇仙大人真是这么和你说的？阿贵这几天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只是犹豫间一时拿不定主意。毕竟一家子人要搬家，这可不是简单的事情，有太多的东西需要考虑。许明也在思索这个问题，是前往深山老林继续苟起来如此而语，等到自己无敌于世间再出山逍遥，还是利用小芳一家扶持起他们作为自己人类的代言人。就在许明思索之际，大地猛一阵晃动，地震了！许明也顿感不然，立马往屋子外面冲。快提醒你家人往高处跑去！等地震稍微停歇了时，阿贵家的房子已经只剩下残垣断壁，耳边传来的是几人的哭泣声，尤其是小芳的弟弟，几乎被吓懵了。哎，大灾变了！这突如其来的大灾变，不管是人类还是野兽，在大自然的面前就是个笑话。如果自己有一天掌握了这种恐怖的力量，那将会是什么样的？许明他们不知道的是，同一时刻，全球各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地震，房屋倒塌，山体滑坡，湖泊决堤，沿海城市更是被几十米高的海浪冲入城区，高楼大厦摧毁无数。家没了，爷爷，我们的家没了。没事，我们一家子人还在就行，只要我们一家子整整齐齐的，房子没了可以再建。对，丫头，你爷爷说的对，只要我们一家子一个不少的还在这里，其他的东西不过是身外之物。多谢蛇仙您的及时提示，不然刚才我们一家子就已经被决堤的洪水给冲走了。快让你父亲起来，区区一点小事，不值得行此大礼。男儿膝下有黄金，跪天跪地跪父母，不跪外人。如果真当我是朋友，以后绝不能来这一套。毕竟你们一家子也救了我的命。小芳这才把许明的意思一字不落的说给了父亲听，顺带扶起了他。对您来说是一句话的小事，对我们一家人来说那是5条命啊！如此大恩，当得起我的一跪。而且我也知道您不愿意被叫做蛇仙大人，从今往后我也和丫头一般的叫你大黑先生，如何？我不叫大黑，我有自己的名字，我叫许明，你们可以叫我许先生，也可以叫我阿明。行，许先生，好话不说多了，说多了没意思，心里记着就行。您也别老是觉得我们救了您，您就欠我们什么似的。今天您也救了我们一家子，就当抵消如何？我看您也不是一般的存在，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从今往后，您就是我们这一家子的家人，算我高攀了。不知道您老意下如何？听到儿子阿贵的话，老汉很满意的点了点头。对方如此灵异，又恩怨分明，在如此乱世之中，如果自家有了这条大蛇的保护，那么今后也会安全些。是啊，许先生，我看您和小芳这丫头也算投缘，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就让这丫头拜您为师，在您门下做个童子如何？拜师，收个童子。许明微微一愣，随即明白了这对父子的想法，不由意味深长的看了眼他们。果然姜还是老的辣，丫头，拜师就不用了，我暂时也没什么可以教你的，如果你不介意，那么就做我妹妹吧。小芳把许明的意思告诉了父母爷爷，最后商量了下，找了个折中的方案，拜师照旧，不过却以兄妹的方式相处。许明最后也没有反对，最后还安然的接受了对方在这荒野中的3拜9叩之拜师仪式，成为了人家的师傅，那么自然就要担起师傅这个责任。现在没有拿得出手的收徒里，那就去猎杀几只猎物回来给这一家子充饥吧，毕竟他们的物资没了，家也没了，这一场大灾变下来，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时间一点点过去，直到确认了安全，应该不会再有余震出现后，许明他们开始了行动。阿贵，我的胸口好闷啊，这一呼一吸间非常的费力。小芳，你留下来陪着你妈和弟弟，我和你爷爷去看看。不用了，小西也睡着了，我就在这里待着，让小芳和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分力量。那你跟小西在这小心点，我们很快就回来。小芳，我们走吧。父亲王贵和爷爷王有为带着小芳往老宅的方向走去，想看看还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毕竟这大灾变后，他们也需要物资生活。一家老小既然都平安的活着，每天消耗的衣食等物品也是必不可少。而许明正在用天眼地图的侦查，穿梭在山林之中。咦，好香啊！啥玩意？许明发现
不仅仅是他闻到了这些香味，一些在大地震中劫后余生的野兽毒虫似乎也受到了这股神秘香味的吸引，在快步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行。检测到宿主受到致幻灵果的香味影响，有几率迷失陷入幻境。是否消耗100点能量值驱散幻觉？可持续时间10小时。消耗，要不是自己灵台清明，精神念力强大，可能已经像这些陷入幻境、变成行尸走肉的野兽一般，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就知道前行了。致幻灵果，好厉害的香味，隔着这么远，差点就让自己着魔了，恐怖！看着眼前越聚越多的野兽，许明心里突然心血来潮的有了这种想法。正好在身边有一只巴掌大的老鼠，正在不紧不慢的前行，张开血盆大口，一口吞掉了那已经迷失了神智的大老鼠。吞噬大老鼠一只，获得能量值30点，饱食度达到100%，无法再获得能量值。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许明如鱼得水的跟随着这种了幻术的野兽队伍，一点点的进行着这种毫不费力的吞噬行为。而此时，许明发现自己也来到了一处陌生的地方，中间是一棵大树，而整棵大树方圆1丈的范围中，却没有任何一只野兽靠近。那片区域中传出一股股强烈的香味，越靠近那里，野兽们的眼瞬间变得通红，他们疯狂地袭击着身边任何敢靠近大树的野兽。我靠，这是树木成精了啊！很快，许明就意识到前方的那棵神秘的树就是在利用自己果实散发的香味，迷惑着前来的生物进行疯狂厮杀，化为这片大地上的养分。那果实可是货真价实的致幻灵果啊，得想办法把它弄到手才行。不过外界的灵气复苏也没多少，就算是今天的大地震溢出一些灵气，也还没达到灵气充裕的标准。这比起在小芳家感受到的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如果说那里是稀薄如水，那这里就是浓稠四周。外界灵气标准达标，宿主是否进行突破？突破！就在许明突破时，山林的另一边，一个魁梧大汉正朝着许明的方向而来。师傅也真是的，这荒山野岭中哪来的宝物啊？我都在这片寻找了2、3天了，一点影子都没有，还差点被地震活埋了。好诡异的香味！一阵恍惚后，大汉身上的玉佩忽然散发出阵阵绿光，接着他就恢复了神智。这宝贝，果然那臭老头没有骗我，这玉佩果真是个宝贝哟！果然有宝物啊！突然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许明立马警觉起来。就在许明回首观察眼前的壮汉之时，壮汉也发现了眼前的许明。我靠，好大的眼睛王蛇啊！这是要成精了吗？壮汉不由得倒吸了口冷气，而且他在许明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致命的危机感。这家伙绝对是异兽，果然灵气复苏之下，各种野兽都发生了变异。但这宝贝是我的，谁也别想和我抢！不就是一条大蛇吗？怕个球！虽然他不知道前面那散发着红光的3个果实究竟是什么东西，但是会发光的果实又岂会是凡物？麻蛋，看样子先要把这家伙先解决了再说。在壮汉跨出那一步的时候，许明身影猛地一晃，化为一道残影。我靠，好快的速度！当许明的身形如闪电般进行冲刺时，壮汉尽管惊讶，却没有惊慌，身影一侧，想要躲避来自许明的袭击。反应速度倒是不错，不过嘛，还是慢了点。没想到今天爷爷我居然栽在了这里。按照老头子的说法，自己也算是100年难遇的一个武学奇才，如果不是中途陨落，那么将来必有一番较大的成就。爸爸，我要挂了！兄弟，别怪我，下辈子脑瓜子放聪明点啊！解决完壮汉后，许明就到了树下，毫不犹豫地把3颗灵果吞噬掉。宿主吞噬致幻灵果，获得新技能精神幻境。只要精神力不如宿主的存在与宿主进行对视，有10%的几率陷入精神幻觉中。进入精神状态下的目标可根据宿主的主观意志被赋予一个美梦或者噩梦，消耗10点精神力。又多了一个新的保命技能。眼见树上的那3颗神秘的果实被许明吞噬，野猪和黑猩猩纷纷发出呼噜，他们非常的气。要不是自己刚才已经吃饱喝足了，非得把他们俩当点心吃了不可。哟呵，正好可以拿他们做实验，验证下新技能的效果。成功了，虽然只有10%的几率，却没想到居然一次性成功了。不错，杀了他。在得到许明的指令后，2个家伙忽然开始了自相残杀。不错不错，效果嘎嘎好。看着2个不要命一般正在厮杀的大家伙，许明很是满意。初次效果已经很显著，就没必要再浪费精神力消耗在这2个蠢货的身上。在放开风火力的那一刻，2个大家伙立马躺地上气喘吁吁，恢复了神智的他们目光中带着极度的恐慌。许明没有理会这2个家伙内心的想法，他看上了那死去壮汉的玉佩。那神秘的玉佩刚好可以作为给丫头小芳的拜师礼，说不定以后在某个时候就能帮助到她。这玩意对自己是没有丝毫用处，而且能力比较鸡肋，给小芳那丫头刚好能物尽其用。许明一口叼住玉佩，正准备离去，这个家伙想干嘛？那蜘蛛都溜走了，这猩猩难道不怕死吗？许明左思右想也没搞懂这只猩猩是几个意思，可他却从来没去想过对方是要臣服于自己。那大猩猩见到许明抬起脑袋，嘴里发出呜呜的低吼。到了此刻，许明终于反应了过来。这家伙显然是要臣服于自己。哎呀，本大爷也算是一个非常有人格、
革魅力的人了，不应该说是一条有蛇革魅力的蛇。王霸之气侧漏啊！嘿嘿，这种有免费做打手和小跟班的小伙伴，不收白不收。检测到有生物主动臣服于宿主，是否稍为不从，接受其认主，宿主将会获得100点念力值增长，以及获得仆从自身部分反馈的能力，同时新增灵魂印记技能。灵魂印记，不管是主动臣服还是被动臣服于宿主的生物，宿主可在其灵魂深处留下灵魂印记，使其终生不可背叛宿主。收为仆从。就在许明下达指令之时，一股神秘的力量分别融入了他和黑猩猩的脑海里，双方都感觉自己脑袋中多出了某些东西。嘿嘿，老大！这声音，既然你是主动臣服于我的，以后你就叫熊二吧。是，从今往后我就是熊二，您就是我的老大了。有了灵魂印记的存在，双方都知道了对方的秘密。放心吧，你的仇我一定帮你报。起来吧！许明给了熊二这个承诺，瞬间让他那浑浊的双眼中充满了光亮。刚才自己也不过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没想到直接抱上大腿了。宿主说服第一个属于自己的灵魂仆从，获得念力值100点，获得技能力大无穷，消耗能量1000点可使用，使用后增加2倍力量属性，持续10分钟。当许明带着熊二回到小芳一家子歇息处时，王贵父子经过半天的貌似抢救，从倒塌的房子里弄出了一些生活物资，在安全的位置搭建了一个临时的落脚点，正考虑着以后该怎么办。爷爷，师傅他回来了。哦，许先生回来了。王贵猛地站起身，非常的激动。许先生回来了。当许明的身形出现在3人面前时，体型比之前大了很，几乎让他们差点误以为是别的巨兽。尤其是紧接着从身后出现的熊二，这种压迫感，王老头几乎一口气没喘上来。啊，哎，爷爷，你们怕啥？这真是我师傅。自己最近的身形变化太大了，短短的月余就已经从当初泡在酒缸里的一条小蛇，变成了如此庞然大物，换作是自己也会害怕啊。经过短暂的安抚，尤其是小芳这丫头，已经和熊大这家伙渐渐熟套起来。许明也了解到了自己进山之后，他们这里发生了什么。就在他们搭建临时营地时，一群流浪狗和野猫不知从哪里窜出，突然发狂似的朝着他们发起了攻击。还好小芳母女3个没受伤，在王贵父子2人拼命的驱赶下，那些家伙才带着几分畏惧和不甘缓缓散去。虽然王贵父子没有受重伤，但老汉王有为身上却被抓了几道伤痕。异变得真快啊！根据小芳的描述，这灵气彻底复苏后，不仅仅是自己，其余的生物也开始了规模化的变异。对了，师傅，我似乎能够用念力控物了。我是吗？那挺厉害啊！这丫头要真是在没有人指引的情况下，能够自我摸索出念力控物这个技能，那也算得上是个天才了。那自己是真的捡到宝了啊！对啊，我刚才看爹和爷爷在外面和那些家伙搏斗，心里不由得急，不知道怎么的，周围的小石只就飞了起来。他们仿佛知道我的心思一样，对着那些可恶的家伙就是劈头盖脸的打了过去。爹爹还趁着那大黑狗发愣之际，一斧子劈在了他的狗头上。自己这个徒弟收的，今后将是自己的一大助力。熊二，把那个拿出来。师傅，这是个啥玩意呀？好漂亮！一个能够给你防身用的小东西，护你平安的，把它戴在脖子上就是了。有了它，可以短暂的稳定你的灵智啊！谢谢师傅。听到许明的话，小芳看了眼临时搭建的营地，随即心中有了主意，拿起翡翠玉佩，却没有马上戴上，而是拿着它进入了营地中。这丫头还是挺有孝心的。许明自然看到了她进去是干嘛的。由于其母白天经过地震仪式，受到了惊吓，加上流浪猫狗的袭击，小芳一听这翡翠玉佩能够稳定灵智，不由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母亲。翌日，在许明带着小芳一家朝着山下的村庄而去，他决定扶持小芳一家子以后作为自己在人类中的代言人。半个月后，许明的身子已经达到了20多米长，境界也突破到了高级兽兵。他的身边的熊二个头也大了不少，最近伙食丰富，加之灵气变得越发充足，他也成了初级兽兵。他们2个此刻跟随着一个2、3千人多的队伍缓缓前进。这些人可全是小芳他们一家所在镇子里灾后幸存的居民，他们的目标是100多公里外的县城，想要去那边进行求助。在队伍的四周，一些眼睛通红的猫狗、猪牛等异变的家禽一直远远地跟着，随时准备袭击他们曾经的。前面有个村子，已经走了3个小时了，我们先歇脚一番吧，大家都疲惫不堪了。就在队伍停下来，前锋之人进入村子不久，就迎来了一阵凄厉的呼救声。救命啊！不好，出事了！作为维持队伍安全的主要力量之一，他们这些觉醒者被分派在队伍四周，护卫着大众的安全。许明带着熊大和小芳主要是负责断后，防止队伍后面出现某些不可控的景象。一只觉醒后的猫，双眼通红，正带领着10几只家禽和进入村子的人进行对峙着。走吧，有情况。吴哥，这大家伙以我们目前的状态可对付不了啊！我知道，和家禽对峙的那几个觉醒者很是紧张地看着对面，这种僵持的气氛也维持不了几秒。在觉醒猫的身边，一只体型不算太小的土拨鼠悍然发起了攻击。大家快躲开！
眼见僵局被打破，面对土拨鼠的攻击，没有人敢在这片战场触其锋芒，人群立马四散，其中直接面对黄牛的那个少年也被击飞了出去，同时扬起手中的斧子，对着些家禽飞射而去。可此刻不仅仅土拨鼠动了，那其余的家禽也不再沉默，双方都打了起来。丫头，这些家伙可交给你了，今晚为师能不能吃上肉，可就看你的刀工了。师傅，你就放心吧。我靠，这也太酷了吧！眼见自己这些同伴瞬间倒了一半，觉醒猫不由得退却2步，眼眸中出现一丝恐慌。他的实力虽然强，可却也只是比起自己统领的这些家禽强上一些而已。哟呵！想跑，熊二，剩下的几只交给你了，那只猫让我来。话语刚刚说完，许明的身影就像一道闪电一般飞射而出。蛇王出手了！在许明出手的瞬间，熊二也解决掉了其他家禽，而那只觉醒猫也失去了生机。蛇王威武！队伍中也不知道谁突然喊了句，接着其余的人也有学有样的跟着呼喊了起来。许明没有多说什么，王贵父子已经喊了相熟的人来打扫战场进行处理了。作为最亲近许明的人，这么多的时日相处下来，他自然知道该做些什么。10多只变异家禽肉，1000人的队伍，每个人都分到了属于自己的肉食。吞噬觉醒猪肉1块，获得能量值10点；吞噬觉醒猫肉1块，获得能量值12点。还不错了，一只终极兽兵在经过处理之后，已经流失了不少灵力能量，吃完后还能获得近300点能量，可以。在听到系统的提示后，许明静静的盘旋在地上，心里在盘算着下次多弄点这样的来给他们处理。比起自己生吞活剥的进食方式，有人服侍的日子真是舒坦啊！熊二悠哉悠哉的舔舐完铁盆里肉末，闭着眼睛享受着这惬意的生活。自从跟了老大，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不用整日心有戚戚的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了。这家伙完全是一副乐不思蜀的样子，沉迷在声色犬马之下。已经堕落了。几公里外，一伙100人武装小队正全副武装的朝着许明他们这边徐徐前进。大家抓紧时间休息。这次我们的任务就是搜寻这县城的北面区域，这里的受灾情况最为严重，且山林之地较多，情况复杂，老百姓肯定已经死伤惨重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能够多带走一个是一个，绝不抛弃任何一个老百姓，明白吗？连长，您就放心吧，我们这些当兵的不就是保家卫国吗？这种关键时候我们不上，难道还要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上吗？连长，您说我们这次还能不能度过这个难关？我们人类还有救吗？有救，猴子，我可以坚定地告诉你，我们有救，且要自救，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同胞。大灾变过去了大半个月，全球各个有实力的国家都在有组织有序地进行着各自的自救之旅。这一次的受灾可不仅仅是某个城市某个地区的局域地带，而是全世界。就在这个连队原地待命进行休整没多久，前方负责放哨的士兵就急匆匆地跑了回来。连长，有情况。什么情况？前方1公里的山道上被一群异化的侏罗兽给挡住了去路，那些畜生在撕咬着地上的死尸，个个长着长长的獠牙，数量差不多有200-300只多，漫山遍野的到处都是。我特意观察了下，只有这一条路通往里面的乡镇，没有别的路途能进行绕路。侏罗兽真有200-300只多？真的有这么多？我粗略的估算了下，那些家伙挤满了那山道间，密密麻麻的扎堆在一块密石，旁边有很多棚户，估摸着之前那里是一个养猪场，而且那些棚户中还有不小的动静，数量上应该只多不少。干！不管是为了前方活着的人，还是为了这些死去的乡亲，我们必须干掉他们，打通这个通道。连长，可是我们没有重武器啊！这些侏罗兽数量这么多，我们能够对付他了吗？我们要不要发报给后面的兄弟部队，请求他们的支援？干就完事了，哪里这么多废话？现在全国各地都需要支援力量，幸存的百姓们可等待着我们去帮助其脱离险境。多耽误1分钟，或许就会多一个无辜者失去生命。我们这里有一个连队，还对付不了几只侏罗。熊二、小芳，随我去前面散散步。刚刚吃完东西的许明准备到前方去溜达溜达，顺带消消食。如果能够捕捉到异兽就更好。师傅，我感觉我也快彻底觉醒了。这丫头拥有和熊二一样的 SS 级血脉，哪怕是现在突破也不足为奇。虽然没有修炼的方法，现在完全是靠自我摸索阶段。可熊二这家伙都能进入异兽级了，小芳这丫头肉身方面也应该到了觉醒的边缘了。把你们送到安全的区域，我也就准备离开了。他心中也很是复杂，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其实心里早就有了答案。自己这辈子终究是条蛇，不是人。尽管在留恋人类的生活，可想要融入，还是难如登天啊！师傅，你要离开，是不是徒儿这阵子有什么做的不对，让您不高兴了？傻孩子，不是你的事。这天底下终究没有不散的筵席，如今你也有了自保的能力，为师也不可能陪你一辈子，我也有我的事情要做。又不是说不见面了，只是暂时离开而已。小芳面带不舍，擦了擦眼睛的说出了2个字：好吧。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是真的把许明当成了自己最亲的亲人。可离别，终究是他要学会面对的一刻。
就在空气突然安静的情况下，一声爆炸声从远处传来。有情况去看看。连长，这些家伙太多了，我们的弹药量可能有些不足啊。麻蛋，没有别的办法，把弹药给我打光为止。这些家伙不仅皮糙肉厚，且速度极快。2号据点已被攻陷，好多战士生死不明啊！宝强，你没事吧？此后，对讲机里再也没有了回应。显然是凶多吉少，是这个世界的军人和一群异变的猪群交上火了。许明看了看熊二，又看了看小芳，他有些纠结自己要不要去帮忙。师傅，你怎么了？没什么，只是想到了一些事情，帮哈个球，事到临头需放胆，大不了到时候真的不被接受之时，就带着熊二离开就是了。很快，三人就出现在了战场。连长，你看对面那是什么？当他们3个这奇怪的组合出现在连队的视野中时，不仅现场的军人都火力停顿了下，连那些发疯的变异侏罗兽也感觉到了不安。一个小女孩居然和这么大一条蛇以及一只猩猩在一起，我没看花眼吧？擒贼先擒王，你们2对付1只，剩下的2只大个子交给我，正好还没吃饱。就在战场因为许明他们的到来而彻底停火了的时候，他已经给小芳他们做好了安排。好家伙，居然敢和蛇爷我对视，算你小子有种！老大又在施展那个诡异的技能了，好家伙，这是要对方步入自己的后尘啊！心中如此想着，熊二却也没有迟疑，悍然的对着另一只猪王发动攻击。连长，在侏罗王是总结了吧？怎么不去对付那大蛇，反而自己内部自相残杀起来了？我也不知道，看着是有点诡异啊。我靠，这小女孩好凶猛啊！杀！别误伤了那个小女孩。没有了3只猪王的指挥，剩余的那些侏罗兽一时间纷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枪林弹雨之下，剩余的侏罗兽就被打懵了。去吧，丫头，和这些士兵交涉下。许明的身份毕竟是异兽，当初决定扶持着丫头也是为了这一天。而且刚才许明也发现了一件事，刚刚战场上的榴弹破不了他的护甲。那家伙真是你师傅？对啊，师傅可不像那些疯狂袭击我们的家伙，如果不是他的存在，我们后面的队伍和族人这段时间早就死伤严重了，我也或许活不到现在。看着一副天真无邪样子的小芳，加之对面那2只巨兽就待在原地，也没有对自己这个连队发动攻击，在场的人最终还是勉强自己接受了这个事实。您好，我是这个连队的连长少卿，很感谢3位的帮助。许明听到少卿的话，点了点头，算是回应了对方。毕竟自己虽然听得懂这个世界大吓人的话，却无法表达出来。熊大无聊地趴在许明身边，在得到许明吩咐后，他自然也不会袭击面前这些人。少卿看出来了，小女孩跟熊二都是以面前这条大蛇为主心骨。随后，少卿吩咐士兵打扫战场，便跟着他们往难民营而去。军队进入难民营地后，生存的人类个个流下了激动的泪水。祖国没有放弃我们，政府也没有放弃我们。这段时间受的苦，吃的亏，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痛，终于有了发泄的通道。就一样过去了5天，许明带着小芳和熊二在外围亲历着前来袭击人群的异兽。一只猎物被王贵他们弄回营地进行处理，不仅为一些难民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许明自己也跟着吃上了处理后的美食。恩师铁皮麻牛肉1块，获得20点能量值；恩师血牙野猪肉1块，获得15点能量值；恩师月影灵猫1只，获得50点能量值。这大蛇原来是个吃货，难怪。经过这几天的相处，少卿也彻底的摸清了这大蛇的脾性。许明不仅非常的通灵，人性化十足，还是个吃货。连长，不仅这大蛇是个吃货，他边上的那大猩猩您发现没有，也特别喜欢吃美食，天天没事就在营地里溜达，只要发现有好吃的存在，就赖在对方身边，不抢夺，只撒娇，太搞笑了。万物有灵，这一次的天地异变，出现一些像大蛇这样古怪的异兽也很正常，不是每个异变的野兽都会袭击人类的。所以这次回去，我会和领导建议，像大蛇和猩猩这样的生灵，哪怕不能争取为我们所用，也一定不可与之为敌。少卿虽然是一个区区的连长，在那些高层的眼里，就是一个小喽啰般的存在，但是为了人族的安危，不管如何，他都会把自己所见所思一一汇报上去。是啊，像大蛇这种异兽，一旦推到我们人类的对立面，以现在的情况，哪怕我们能够消灭对方，也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那种后果非必要不承受啊。恩师级风兔1只，获得能量60点，保湿度达到100%，无法再获得能量值。是时候离开了，听那少卿的意思，明天上午就能赶到最近的一个安全区，到了那里，小芳一家子也就算是彻底安全了。完成了这件事情，下一个就该给熊二这家伙去处理他的问题了。许明在心里嘀咕着，他是一个感恩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上辈子也不会因为救助一个落水儿童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老大，你是不是准备离开了？是时候离开了。你这家伙不也一直心心念念的想要去复仇吗？别以为我不知道。被老大看穿了心思，熊二也微微有些尴尬，当时毫不犹豫的臣服于老大，就是看中了对方实力强大。此时小芳身体冒着热气，只能说她的修炼已经渐入佳境，进入了正轨。阿贵，丫头这不会是有事吧？不用担心，她这是进入了修炼状态，应该是要突破了。我们王家也有觉醒者了。经过这些日子的旅途，处于队伍管理层的
王贵也自然从一些觉醒者的口里知道了一些关于突破的知识。这丫头终于觉醒了。半个月后，一条蛇，一只猩猩，一个女孩悠哉悠哉来到一个山洞中。老大，就是那里，我母亲就是被洞里的饿狼所害。熊二的眼睛里充满了怒火以及深深的仇恨。这个位置很偏僻啊，熊二，你的仇敌就是在这里吗？熊二点了点头。经过这么久的相处，熊二也能简单的和王芳这丫头进行沟通。现在的他也达到了兽兵中级，在智慧上也增进了不少。许明没有理会这两个家伙的对话，而是开启了天眼地图，开始侦查这附近的情况。很快就发现了一个特大的蓝点，这只狼就在洞口。师傅，是不是有发现了？那只狼就在里边，但有点小麻烦。你的仇人我是帮你找到了，不过现在要对方他的话，还要付出一点代价。不好，有危险！野狼突然从洞中冲了出来，往许明身上撞。当熊二看到后不由得心头一紧，这个巨无霸的身躯比起自己还要大出不少的身形，比起老大都不遑多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师傅外，我至今为止还是一次见到如此巨大的异兽。这恶狼还真不是吹的，面对自己的精神威压，那些吃瓜看戏的异兽只是远远的躲在暗处，可这恶狼不仅突破了自己的精神威压，还主动攻击自己。没想到这里的灵气波动，连这家伙都被引出来了。这灵气中心突破的家伙也算是倒了8辈子血霉啊！快一点！恭喜宿主晋级成功，生命层次发生跃迁，奖励系统空间一个，当前空间体积100立方，只能储藏死物，可保持物品永久不坏。奖励修炼功法连诀一步，领悟后可增加灵气吸收速度，效果最高提升10倍。嘿嘿，不错，又多了个新技能，还有一部功法。这次晋级带来的奖励就是不同凡响，有了系统空间，自己就能储藏更多的食物，不用每次都饿了再去猎食，确实方便了不少。老大终于晋级成功了，师傅的身形又大了不少啊！在许明巨大的身影出现在熊大和小芳眼前时，两人也微微一愣，然后转为惊喜。许明念头一动，使用系统空间，直接吞没了那恶狼的身子。不错，这系统空间就是好用，系统出品必属精品。咦，那家伙哪里去了？由于系统空间形成的黑洞只是出现了一刹那就消失不见，在小芳和熊二的眼中，那恶狼的身影就是直接消失的，这对于他们俩来说就非常的神奇了。时间很快，1个星期过去了。师傅，你教我们的这灵诀真厉害，有了它，修炼起来简直堪称神速啊！是啊，老大，虽然刚开始这玩意晦涩难懂，可一旦领悟了其中的奥义，这2天感觉自己的修炼进展非常的快。自从许明用精神念力把灵诀这套功法传授给他们2个后，2个家伙前后不用1天的时间，小芳率先进入佳境，而后熊二也领悟了其中的奥义。有效果就好，你们俩可是我最亲的存在，今后的修行道路，我可希望你们2个一直陪伴在我身边，不要掉队。老大，我可是这辈子赖上你了，你去哪我就去哪。师傅，您放心吧，我是绝不会拖后腿的，也不会给您丢脸的。小芳也是立马保证道。和许明接触的越久，小芳就感觉面前这家伙愈发的神秘。行了，心中清楚就好，用不着嘴上信誓旦旦。自己现在的实力不断的增长，寿元上也随之增加，这对于重生近3个月的我来说是充满希望的。帝都安全区一座大厦中，首长，您都1天1夜没睡了，要不先休息一下吧？有什么最新的消息，我一定及时通知您。怎么睡得着啊？我们现在都变成了孤城，和外界的信息大多数都中断了，哪怕聚拢了不少民众，全力建设与抢修，也不过是联系到了最近几百公里内的一些地方，他们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啊。可您就这么担忧，也解决不了问题啊！现在的局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您再倒下了，这里的工作将陷入很大的麻烦。老了，小李啊，你现在也在实力上有了新的提升了吧？以后的世界将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我这把老骨头可有些中看不中用了。昨天幸运的晋升了一步，现在面对那些体型1丈来高的异兽，也有一战之力。不错，老李家又出了个了不起的英才，老朋友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会非常高兴的。那我先去休息下，有什么事情你要及时报告给我啊。明白，您就放心去休息吧。当老者转身准备离开的那一刻，桌子上的电话响起了铃声。你说的可是真的？老者再次确认一番，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他拿着电话的手微微顿了一下。
警卫员看着面前老者的表情，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这可是这个国家的元首经历过的事情，哪一件不是大风大浪，却始终稳如泰山？现在却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表情。看着呆滞了10来秒后的老者，终于恢复过神来，警卫员也随之回过神。挂完电话后，他便把电话中的事情告诉了他一遍。怎么可能？这些家伙可是拿我们人类做口粮啊！哪怕是那些敌意不强的存在，也最多就是保持距离，互不侵犯。至于这种长时间护卫我们人类的异兽，想都不敢想啊！听到老者的消息，警卫员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满脸的震惊，非常夸张的表现了出来。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的，没有不可能。现在有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交给你，这可是重中之重的存在，你务必要完成此任务。你就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老者不愧是多年的元首，各个方面都安排得面面俱到。许明丝毫没有想到，远在千里之外的京都安全区，都有人已经开始重视自己的存在。丫头啊，这次送你回去后，你就在城中修炼，这野外的生活体验你也见识了，该有的历练也有过了，接下来就看你自己的努力和天赋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为师现在对你的帮助有限，